大家好，我是长寿实验室的李医师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件我最近在太多长者身上看到的事，它往往始于腿部的低语，不是尖叫，不是跌倒，只是小腿肚里一声轻轻的拉扯，膝盖后面一个小小的抽搐，或是早晨一种去年冬天还没有的奇怪僵硬感。人们以为这是年纪大了，以为是昨天走太多路了，或是前天走的太少了。他们想，也许是鞋子不合适，也许是天气太冷了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作为一个目睹过数百双腿在身体其他部位察觉之前就变得衰弱的人，您的腿是最先向您发出警告的。我们绝不能忽视它们轻微的失衡感，感觉一步比另一步短了。下公交车时需要扶住栏杆的那个瞬间，跪下去前那片刻安静的犹豫，因为您担心自己站不起来。这些都不是随机的信号，它们是您的身体在用自己方式说话，轻轻的，耐心的，直到您开始倾听。我曾经诊治过一位姓赵的老农，76岁了，一辈子靠双手和结满老茧的双脚爬山犁地。他告诉我，年轻时他能蹲着插秧苗几小时，现在做不了5分钟腿就会抽筋儿。他以为只是因为他老了，但当我仔细查看，我看到了他下肢肌肉流失的早期迹象，不是因为他懒，也不全是因为年纪，而是因为他吃的饭变得太简单了，营养太少了。那些曾经支撑他强健体魄的小肌肉正在慢慢消失。我告诉他的第一件事，在任何针灸、按摩甚至草药之前，是去市场买3样东西，就3样简单的食物，没有魔法，没有昂贵的补品，就是我们祖先用陶锅木勺在安静的厨房里煮的那种食物。第一样是红薯，不是炸的那种或做成薯片的那种，是那种软糯橙黄色的，您蒸或烤到它散发出冬日气息和回忆香气的红薯。红薯富含钾和镁，这些矿物质能帮助安抚肌肉神经，调节抽筋，让您腿部的电信号在夜晚保持平稳安静。第二样是黑芝麻，许多人忘了它，这小小的种子却富含钙、铁和滋养关节的健康油脂，磨碎后混入温水，加点米饭或燕麦，它就变成了一种温和的滋补品，一种滋养您的筋脉、温暖血液、减缓疲惫、膝盖颤抖的滋补品。第3样是绿豆，慢火熬成汤，有时加1片姜或1颗红枣。绿豆有助于清热除烦，它们不仅让身体凉爽，也让神经平静，这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很多抽筋和夜间痉挛并非源于过度使用，而是源于困在组织里的炎症和紧张。我告诉赵先生要规律地吃这些，不要一次吃很多，也不要天天吃，而是有节奏地吃，像一个安静的习惯，每周3次，用心准备，专注地吃。您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2个月后，他回到我的诊所，不是拄着拐杖，而是骑着自行车来的。他说他还是不能像以前那样蹲着，但他不再害怕楼梯了，晚上小腿不再紧绷了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感觉更稳当了，更像他自己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个，因为你们很多人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此刻正走在这条同样安静的路上，您可能没有大声说出来，但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感觉到了无力，在脚踝，在大腿后侧，那种在水槽前站太久时奇怪的感受，或是从矮凳上起身时的异样。让我轻声问问您，您最近抽筋了吗？您有没有无缘无故地绊了一下？您是不是因为腿脚感觉不如从前而开始避开去小店的路，或是去公园的散步？如果这听起来像您的故事，请不要沉默，到留言区告诉我您的感受。您多大年纪了？您试过什么方法？什么帮到了您？什么没有？因为您的故事可能就是照亮另一位在夜晚寂静中阅读此文的人的光。我会读的，每一条都会读。如果我看到相似的模式，如果我在你们许多人身上听到同样问题的回响，我会把它们变成我们下一个视频的主题。我们一起将更坚强地走这条路，不孤单，不害怕，被知识、被社群、被疗愈的食物所支持。我是长寿实验室的李医师，关于这个故事，我们才刚刚开始。现在，让我告诉您一件大多数人没意识到的事，那就是阴阳在您腿部力量中的作用，还有那些从您后腰延伸到脚跟的经络，它们承载的不仅是血液和神经，更是您生命活力的精髓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温柔地、更近、更深地看看我总向长辈们推荐的第一种水果。当您感觉腿脚开始无力，当您深夜因小腿突然抽筋而惊醒，
或是上坡时感到大腿有种奇怪的虚浮感。这种水果就是不起眼的香蕉。是的，香蕉，它并不稀有，不昂贵，也不是什么漂洋过海来的外国超级食物。它如此常见，如此熟悉，以至于我们常常忽视了它那安静的力量。让我告诉您，为什么我总是从这里开始，为什么我告诉过无数病人、邻居，甚至我自己的母亲，要在他们的晚间习惯中加入一根熟香蕉，尤其是在腿脚开始发出轻微警告的时候。香蕉富含钾，您可能听说过这点，但让我解释一下，这对一个老化的身体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因为钾不仅仅是一种矿物质，它是您肌肉交响乐团的温柔指挥，它告诉您的肌肉何时放松，何时收紧，何时释放。当钾含量过低时，信号就混乱了，您的腿脚开始像一把疲惫的小提琴，走音、紧绷，有时嗡嗡作响的抽筋，让您在半夜里惊跳起来，困惑地揉着小腿。这对于服用某些药物，例如利尿剂的长者尤其如此。利尿剂在排出体内水分的同时，也带走了钾，让肌肉变得干枯易跳，就像老竹子一样。我记得台中一位可爱的老太太，81岁，由孙女陪着来找我。她说她的腿感觉像被拉得太久的橡皮筋，会悄无声息地崩断，连从前门走到信箱都做不到，中途必须坐在石凳上休息。她不想吃补充剂，不再信任药丸，说那些让她的胃翻江倒海。于是我温和地问她：“您睡前吃点什么？”她笑了，说：“什么也不吃，就喝茶，有时吃半块饼干。”难怪啊，我想她的肌肉在渴求平静，渴求矿物质，渴求天然糖分，以帮助身体在睡眠这个深度修复的窗口期进行恢复。于是我告诉她，从每晚一根小香蕉开始吧，不要太晚，也许晚上8点左右，就在您泡脚前吃。不要吃冰的，让它放在室温下，让身体感觉它是食物，而不是一种冲击。香蕉还含有镁，另一位安静的英雄。它与钾协同作用，舒缓神经，放松紧绷的组织，为身体休息做准备。但还不止如此，香蕉含有维生素 B6 和色氨酸，这2种营养素帮助大脑产生血清素，而血清素随后会转化为褪黑激素，正是这种激素告诉您的身体何时该进入深度睡眠。所以睡前用心地吃下这一种水果，不仅能帮助您的腿停止抽筋，还能帮助您更容易入睡，睡得更久，并在您身体终于静下来的夜间修复那些疲惫的组织。我总是提醒长辈们，香蕉无需花哨，不需要打成泥，不需要烘烤，也不需要裹上任何东西，事实上越简单越好。您慢慢地剥开它，边吃边呼吸，细细咀嚼，让舌头品尝那天然的甜味。就在这样做的时候，您已经在安抚您的神经系统，已经在向身体传递一个信息，是时候放松了。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担心，如果我有糖尿病怎么办？如果我在控制糖分摄入怎么办？对你们，我要说，半根香蕉通常就足够了。如果搭配一小把泡过的杏仁或一勺原味豆腐，糖分就会缓慢进入血液，不会像尖峰一样猛涨，而是像蜡烛一样平稳燃烧，温和地滋养您的血液，而不会造成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替代方案是什么？在凌晨3点因腿抽筋扭曲疼痛而惊醒，无法站立而不颤抖，不敢独自走去卫生间。这不仅仅是关于钾的问题，这是关乎尊严，关乎您能独自走在自家花园的小径上，能参加孙子的婚礼，而不需要别人每隔几步就搀扶着您的手臂。所以我再次对观看这段视频的每一位长者说，特别是那些最近觉得腿脚有点不对劲，却因自尊心强而未曾提及的人，请不要小看香蕉。今晚就开始吧，只需1根，让它成为您倾听身体那微弱呼唤的第一步，那呼唤一直在轻声寻求帮助。当您吃它的时候，如果感觉到什么，大腿里的一丝暖意，膝盖后方的紧绷感减轻了，请回到这里，在评论区告诉我您的感受，告诉我您的年龄，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。我保证我会逐字逐句的阅读，因为您的故事很重要。您的康复始于这一种水果，始于这一个夜晚，始于一个信念，想要再次挺直腰板，永远为时不晚。
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二种水果。这种水果常被误解，有时因其酸涩口感而被避开，但在保护您的双腿、缓解抽筋、为衰老的身体恢复平衡方面，却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强大力量，那就是星号奇异果星号猕猴桃。是的，就是这种表皮棕褐色、毛茸茸的小小奇异果，在水果篮里常被忽视，安静地待在更鲜艳夺目的水果旁边。但它体内深藏的绿色宝藏却蕴含着巨大的疗愈潜能，尤其适合那些双腿感到沉重、不稳，或在深夜被突如其来的剧痛惊醒的人们。您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是奇异果？它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？让我慢慢清楚地解释，就像我对我姑妈解释的那样。她曾告诉我，她甚至无法站得足够久来淘米，必须得搬把椅子坐着。奇异果是最丰富的天然维生素 C 来源之一，甚至比橙子含量更高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因为维生素 C 不仅用于对抗感冒，它更与您的血管、毛细血管和肌肉纤维的健康息息相关。您看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小血管，尤其是那些滋养大腿、小腿和脚踝的血管，会开始失去弹性，它们变得僵硬，像冬天的枯枝，血液流动不再顺畅。这意味着氧气无法快速到达肌肉，废物也无法及时从组织中排出。这就是为什么长者常抱怨傍晚时分双腿肿胀，或脚底像有蚂蚁在爬行般刺马。奇异果富含高浓度维生素 C， 它能帮助重建、维系这些微小血管的胶原蛋白，保持血管弹性，让血液循环更顺畅，从心脏一路直达您的脚趾。但还不止于此，奇异果还富含维生素 E、叶酸和天然抗氧化剂，这些成分有助于减轻腿部关节的炎症，特别是膝盖和脚踝。长者们常在晨起时感到这些部位僵硬。对于那些饱受夜间腿抽筋困扰的人，是的，就是那种感觉肌肉里有根绳子在扭脚的抽筋，奇异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处。它含有独特的电解质与酵素组合，包括猕猴桃酵素 actinidin。这种酵素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蛋白质。当身体能高效消化蛋白质时，您的肌肉恢复的就更快，尤其是在睡眠期间。让我分享一个珍藏多年的故事。有一位来自台南的退休小学校长肖先生，一位温文尔雅的先生。他来找我，因为他再也无法参加晨练的太极队了。他的双腿站立几分钟后就开始发抖，膝盖后侧有一种奇怪的紧绷感，即使按摩也无法缓解。他尝试过各种方法，甚至睡觉时穿着压力袜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当我问起他的饮食时，他说他避开了大部分水果，担心它们寒凉，晚上只喝些药草茶。于是我温和地向他介绍了奇异果，每晚9点吃一小颗，去皮切成薄片，慢慢享用，不要囫囵吞下。起初他说太酸了，酸得下巴都绷紧了，但几晚之后，他开始享受那种酸爽的口感。2周后，变化发生了。他回到我的诊所，说：“李医师，我昨晚没有跌倒，3个月来第一次，我在黑暗中站起来，没有失去平衡。”对别人来说，这或许微不足道，但对他而言，能重新获得双腿这份简单的稳定感，就是一切。所以我现在告诉您，无论您是60岁还是90岁，无论您爬楼梯时腿会痛，还是仅仅在屋里走一圈腿就肿，请尝试奇异果。在晚上吃，晚饭后，睡觉前。如果觉得太酸，可以撒一小撮海盐，不是糖，来缓和酸涩感。让您的身体重新学习如何将营养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，如何将力量再次传递到双脚，如何让您的步伐更稳健，膝盖肿胀减轻，脚踝不再那么迷茫。如果您已经尝试过香蕉，并准备好迈出第2步，那么就是现在了。在您宁静的夜晚，加入奇异果吧，只需1颗。然后听听您的双腿在清晨告诉您什么。如果您感受到任何变化，膝盖后侧不那么紧绷了，夜间抽筋减少了，爬楼梯时更有力气了，请回到这里告诉我。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您的年龄，您的腿不舒服多久了，以及连续吃7天奇异果后发生了什么变化。因为您的故事或许能帮助到另一个人，那个此刻正把腿高高垫起坐着，不敢独自走去厨房的人。
既然我们已经探讨了温和滋养的香蕉，也认识了强大却谦逊的奇异果，现在我想轻轻引导您的注意力转向某种更为非凡的存在，我常称之为长者腿部力量中隐藏的瑰宝。但我必须提醒您，接下来这种水果不仅仅重要，它至关重要。如果您一直用心聆听，认真读过我的字句，此刻您会明白，我从不夸大其词。我说的慢，我说的真。只有当某样东西不是通过实验室测试，而是在真实的人、真实的长者身上，在他们行走、康复、重新无畏站立的过程中，被一次次证明有效时，我才会说它是必须的。而这第三种水果，我即将告诉您的这一种，蕴藏着一种我在许多其他食物中未曾见过的沉静力量。它不仅仅支撑您的双腿，它改变您的双腿对疼痛、对虚弱、对漫长一天结束时的疲惫所做出的反应。它重塑更深层的东西，不仅是在肌肉里，更在连接您大脑与双腿的神经通路中，在您身体承载了数十年的运动记忆里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像大胆的断言，但请允许我分享一段深藏的记忆。几年前，我访问嘉义的一家养老院，那里的许多住客曾是退休的农夫。他们的身体曾经强壮，一生耕作土地，弯腰照料作物，黎明前搬运菜筐所造就。但那时，他们大多静静坐着，隔窗看鸟，没有帮助，很少远行。其中有一位长者，林女士，87岁。她曾与丈夫在山坡上种植高丽菜和芋头。我见到她时，她裹着羊毛毯，毯子下的双腿不受控制的颤抖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源于虚弱。她告诉我，她已经2年多没走去庙里了，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恐惧，害怕膝盖会突然发软，害怕像那天夜里在厨房摔倒后那样，直到儿子回家才能扶她起来。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会儿，询问她的日常习惯、饮食和睡眠。然后我轻声向她提起了一种她年轻时吃过，但近年来已遗忘的水果。她停顿下来，凝视着我，说：“那种水果，从我丈夫走后，我就再没碰过了。”她的声音颤抖着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认同。她记得吃过它后那种曾经拥有的强壮感，尤其在收成季节，当她的双腿最需要力量时。于是我给了她一颗当天早上市场买来的新鲜水果。我说：“林女士，就再试一次吧，像很久以前那样，没有药，没有花招，只有这个。”她用那双曾编织过蒜头和萝卜的手慢慢拨开它，闭着眼睛吃了下去，仿佛在聆听一首数十年未闻的歌谣。然后变化发生了，不是一夜之间，不是一颗水果之后，甚至不是1周之后，但在17天后，我清楚地记得，她无需帮助，自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她走了3步，然后5步，再10步，直到走到了花园门口。那是清晨，薄雾青龙花丛。当我看到她站在那里，双臂背在身后，如同当年在农场上那样，我明白了。这不只是水果的功效，更是水果带给她的东西：信心、活力、记忆、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极其郑重地说，这第3种水果不仅有益，它是3者中最重要的。如果您的双腿感觉像是忘记了如何移动，如果肌肉变得单薄，如果平衡感消失，如果对跌倒的恐惧让您不敢走去信箱，那么这种水果可能成为您沉静的救赎。但在说出它的名字之前，我希望您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您是否感觉双腿正逐月变得虚弱？您是否发现自己做得更多，走得更少，避开楼梯？您是否曾告诉自己，这只是衰老的必然，人生就该如此？因为我要在这里说，不必如此。我希望您在评论区写给我，告诉我您的年龄，您的腿不稳多久了？您是否有夜间抽筋或行走时感到沉重？告诉我您的腿肚是否会在床上抽动，脚踝是否感觉松垮，在屋里走动时是否需要扶着家具？因为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可能正是您的转折点，就像它曾是林女士和许多其他人的转折点一样。不要划走，不要把它当作又一种普通的水果而忽略，它远不止于此。这第3种水果，我一直在等待时机告诉您的，正是平凡却强大的黑葡萄。
不是您在超市果汁瓶上看到的那种皮厚的大粒葡萄，而是你有时在传统水果市场能找到的那种小而深紫的品种，那种如果不小心会染紫您的手指，有时甚至染到衬衫上的葡萄。这些黑葡萄不仅仅是甜的，它们历史悠久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它们不仅被用作食物，更被用作药物，尤其是在那些长者曾亲手耕作、徒步长途跋涉的地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它们小巧圆润的身体里蕴藏着最丰富的天然白藜芦醇 resveratrol 来源之一。这种化合物的作用远超普通的抗氧化剂。您看，黑葡萄不仅仅抵抗已经伤害您身体的东西，它更深入一步，直接与您的血管、神经末梢以及滋养您小腿和大腿肌肉的毛细血管对话。当长者开始失去平衡时，最先消失的往往不一定是肌肉，而是那些开始僵硬、闭合，忘记了如何将力量输送到最需要之处的小血管。而这些黑葡萄深色果皮中富含的白藜芦醇会告诉那些血管，醒来吧，打开吧，重新流动起来吧。我曾见过一些长者，他们原本不扶着墙就难以走完一个街区，在开始早晚各吃一小把黑葡萄后，不用太多，每次10到12粒，变化发生了。2周内，他们开始能在刷牙时站得更久。1个月内，他们在屋内走动时放下了拐杖。6周后，桃园的一位先生，我还记得他姓施，甚至打电话给我，声音因喜悦而颤抖。李医师，我自己走上庙里的台阶了，4年来第一次。他没有夸大其词，我知道那座庙，也知道他的台阶。是什么改变了？他没有打针，也没有开始举重，他所做的只是按照我的嘱咐，葡萄、香蕉、奇异果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吃下去。所以这就是我想温和告诉您的，知道哪种水果好仅仅是个开端。仅仅买回葡萄、剥开香蕉或切开奇异果是远远不够的，您必须知道如何吃它们。在1天中的什么时候吃？一次吃多少？是否需要搭配温水、特定的坚果、草药或是空腹食用？而这一点，我的朋友，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内容。因为接下来的部分，我将在这次之后与您分享的部分不仅仅重要，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一切中最重要的环节。我将一步步温和而清晰地引导您，传授给数百位与您相似的长者们的方法。那些曾以为自己的双腿已经不行了的人们，那些曾恐惧每一步、每一级台阶、每一块湿滑浴室地板的人们，我将向您展示如何将这3种简单的水果转化为一种沉静而强大的药物，一个日常的仪式，它不会成为负担，反而会成为喜悦。所以，请别走开，下一章即将开始。如果您读到此处，心中已升起一丝希望，我请您稍作停顿，在评论区写给我，告诉我这3种水果中您曾尝试过哪一种？香蕉、奇异果、黑葡萄。最重要的是，在食用它们后，您是否曾注意到您的双腿、您的行走、您的平衡感有所变化？如果是，我想听到您的故事，因为您的故事或许能激励另一位仍害怕独自站立的人。如果您从未尝试过其中任何一种，那么请与我同行，因为我们即将开始最重要的部分，如何吃、何时吃，以及该怎么做，才能让您的双腿记起您曾经是谁，以及您依然可以成为谁。既然您已认识了这3种水果，沉稳的香蕉、明亮的奇异果，以及蕴藏沉静力量的黑葡萄，现在让我们谈谈如何真正将它们融入您的生活。不是当作零食，不是当作盘中的点缀，而是作为每日的伙伴，成为您康复节奏的一部分。因为当食物带着心意被食用时，它就不仅仅是燃料，它成为对您身体的低语，一位沉静的老师，提醒着您的双腿、您的肌肉、您的神经，它们仍被需要，仍被珍视，仍是生命故事的一部分。让我们从清晨开始。当您醒来，在喝茶、看电视、看手机之前，如果可以，请坐在窗边或任何有柔光的地方，慢慢的呼吸片刻就好，然后吃下您的香蕉。不要匆忙，感受那甜味包裹您的舌尖，感受它带给胃部的安宁，
感受您的身体如何开始为平衡、为力量做准备。香蕉在清晨吃，永远空腹独自享用，不加牛奶，不配咖啡，不和米饭同食，只有香蕉和寂静。这是您告诉神经和肌肉的方式，今天我们会走得更好。接着是午餐，正午是奇异果的最佳时刻，切1或2片奇异果，搭配一小把轻烤的杏仁或者您喜欢的南瓜子。奇异果天然的酸爽能唤醒消化之火，帮助净化血液。与坚果或种子中的健康脂肪搭配，它能将深层的营养送达双腿，而不引发炎症。但关键是慢慢咀嚼，让这绿色的果实在您的舌尖融化，带着觉知去吃，让您的身体接收这个信息，我正在一点一滴地重建自己。而在傍晚日落时分，是黑葡萄光芒最盛之时，轻柔地洗净它们，但不要剥皮，力量就在那果皮之中。吃10到12颗葡萄，不要更多。随后饮用温水，不要冷水。温水有助于引导白藜芦醇进入您的血管，进入那些被长久忽视的微细血管。每晚都这样做，静静的，如同在您体内点亮一盏灯笼。您可能明天还察觉不到变化，但到了第7天，您或许发现自己能在水池边站得更久了。第3周，您可能无需扶着椅背就能穿过客厅。到了第6周，也许就像施先生一样，您会发现自己登上了台阶，不是因为有人推您，而是因为您的双腿记起了如何迈步。这不是魔法，是节奏，是坚持，而最重要的是信念。相信无论我们年岁几何，我们的身体仍在倾听，仍然愿意回应，仍然在静静的期盼我们会给予他们所需。如果您已听到这里，仍以柔和的眼光、敞开的心阅读着这个故事，我想对您说几句。作为一个朋友，一个曾陪伴过许多长者同行的人，您并不虚弱，您并不迟暮，您只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和正确的指引。而现在，您两者皆备，选择在于您自己。明天清晨就开始吧，从一根香蕉开始，别的都不需要，只有香蕉和一个尝试的小小决定。然后第2天再做一次，再下一天，让水果自己诉说，让您的双腿成为证明，让您的平衡感归来，不是作为一个突发的奇迹，而是信任的缓慢绽放，是回归沉稳。如果您感受到哪怕最微小的变化，我希望听到您的消息，留下评论，告诉我您来自何方，您与腿抽筋、步履不稳以及那隐藏的跌倒恐惧斗争了多久，告诉我您从哪种水果开始，何时食用，之后感受如何。您的故事很重要，超乎您的想象，因为还有其他人，也许高雄的一位阿妈，台东的一位老伯，也在静静地忐忑地阅读着，想知道这是否对他们有效。而当他们看到您的评论、您的勇气、您的第一步，他们或许也会迈出自己的那一步。疗愈就是这样传递的，不是来自医生，不是来自药丸，而是从一位长者到另一位长者，分享希望，一次一颗水果，一个瞬间，一天一天的累积。我是李医师，来自长寿研究室。如果这段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我希望您现在深深吸一口气，让身体放松下来。您已经踏上了路途，您已经做得比您所想的更好。我会一直在这里，为下一个故事、下一个秘密、下一个可能改变您生活的小小真谛。感谢您与我共度这段时光，照顾好您的双腿，照顾好您的心灵，而最重要的，照顾好那些微小时刻，正是他们改变了一切。晚安，愿您安眠稳静，步履稳健，明日有光。